好，接下来特别关心在第一岛链，中菲日同时压力升温哦，因为日本启动的三海联动来迎战，那么中国大陆则是制裁了包括了菲国防长，同样启动的是海上的三线推进，第一岛链是否引爆危机？那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跟我们做留言，如果您认为说接下来大陆会有更大动作，在第一岛链这边的反制动作，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目前看起来都很和平，留言写2，一起来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中菲关系，其实可以说呢降到冰点。最新大陆就有一个最新的宣布，11日这一天，他说呢会把菲律宾的防长，这位是铁欧多诺，跟他的家人全部列入在禁止入境中国大陆的名单当中，扬言说还要调查他们家族在中国大陆的资产，这边呢不排除做冻结或者是管制措施，原因是因为他认为这个铁欧多诺啊，长期的发表涉中的谬论，已经严重了伤害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于是呢，这消息一出之后，菲律宾的外交部立刻反批说，这是一个不友善的举动，对中菲关系不利。菲律宾的防长铁欧多诺，就是刚刚我们这位讲的被制裁这位，他也没在乎。他说呢，因为他其实是华人，那他就说了，他说还好啊，我的祖先在6、7代前就已经离开中国后，就没有再想要回去了。幸好当年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还继续的呛虾哈。那事实上呢，我们也来看北京这一次出手，也跟日菲最近呢的动作很多，而且不断的升温是有关系的。有几个事件，首先我们来看到最新是菲律宾要求中国拆除这边在黄岩岛的，他说他发现了有一个新建构的造物。那这个造物呢，现在根据了解，这个甲板在海面上有30多平方公尺，而且有一个金属杆。菲方认为说中方已经违反了南海各方的行为宣言。那环球时报说你想太多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科研设施而已。这是第一个事件。第二个事件是因为看到日本跟菲律宾近期不断的启动它的海域划界的一个谈判，那包括了范围在台湾的东部、东南部，还有外海部分的专属经济海域是重叠的，引发了大陆认为说是有涉及到主权的问题，所以中方呢就立刻从各方3线来做一个反制。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湾的南线的部分，大陆的公务船首度的这是第一次闯入了太平岛的禁止水域之内。那遭我海巡强势驱离之后，双方其实呢一度是非常的近的，只有0.1里而已。再来，我们看到在台湾的东部地区，大陆则是出动了万吨级的海巡，包括了这一艘是09哦。那么在这边不断的做这个东部外海的巡航。再来针对日本，这个范围巡航范围包括北起钓鱼台到南到巴士海峡，还有到金门，形成了一个3角闭环。再来呢，我们看到中方的反制针对日本的时候，是在今年的6月3号，2艘中国的海警船进入到日本的与那国岛南方的经济海域。那日方询问时，他只是回应这是中国的管辖区，我们是依循惯例来做巡逻的。中方之所以做这一些反制的原因，是因为他研判日本跟菲律宾正在推动3海联动，将台湾周边的包括了东海、台海、南海都一起来做印太地区的绑定，那他们想要透过共同的海域管理来为未来的军事存在铺路，这是来自于中方的最新解读。那是不是彼此之间中菲已经进入了一个准敌对的状态？那汉庭怎么看？在台湾，我们当然非常关心有台湾东部海域的事情，但当然放大来看，这是日菲借由吃台湾豆腐，然后来对中国大陆的一种抵制，或者呢也是某种程度的欺负。所以中国大陆来看，如果台湾没有反应，那当然中国大陆必须要出手。而且针对菲律宾呢，是早就有恩怨了。首先这一次呢，他们去针对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不是孤立的事件，是长期以来的。因为小马可斯政府呢，把菲律宾从经济靠中国大陆，安全靠美国这样的平衡路线，彻底变成了一面倒的嵌入到美国印太安全网的体系当中。所以先前的美军基地在菲律宾扩大，然后呢，也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联合巡航啦、演习的密度也增加，菲律宾也参加。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本人就是这条路线的最强代言人，多次都把中国大陆当成是地区威胁啊，然后呢推动我们什么现代化的一个这个目标啊。
所以中国大陆制裁他，不仅仅是因为他说了他什么不喜欢大陆的话，而是因为他这个人他的路线本身就是表示整个菲律宾的高层的路线，所以我们是制裁中国大陆是制裁这个路线。那当然。目前进一波的就是在针对黄岩岛事件啊，菲律宾又说啊，你看大陆在黄岩岛又盖了一些东西啊，应该要把它拆掉。大陆说这本来就是我的啊，我爱怎么盖就怎么盖啊，这又不是永久的东西啊，关你啥事？那再来就是日菲的这些谈判，所以这都非常的清楚哦。针对南海的这一块海域，菲律宾本来就垂涎已久，而且过往摩擦很久。所以中国大陆在此时此刻又因为日菲的主动挑衅跟擅自划界，所以才出手。那这个出手的方式，一方面在军事上应该说在力量上面的展现，就是透过了万吨级的海巡船不断的来展现实质上的管辖能力跟管辖权。所以也不仅是针对菲律宾嘛，也跑到了日方的相关海域。其实与那国岛附近的海域那本来应该是台湾方面中华民国方跟日方的重叠海域，但因为长期以来呢，中华民国政府也没有派海巡船去巡，所以现在搞得大家以为与那国岛那边是日本的。那现在就是大陆的海警船就跑到那里了，所以象征的这一次呢，是中国大陆对于日本跟菲律宾，我觉得最简单，因为台湾不争，那所以大陆来拿，那台湾方面就很难有资格再去怪罪大陆。那有了这个来自于日本跟菲律宾的挑衅，怎么看整个接下来的第一岛链，尤其是在南海、台海跟东海这边，会不会对于中国大陆来说，这边直接形成一个海上的包围网？那同样的问题，厉将军又怎么看？这是中国大陆的公务船首先跑入这个太平岛这个水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讯号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太平岛到底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中心，这个是东沙那东沙目前是我们台湾在守的，那太平岛也是我们台湾在守。你看从高雄出发到东沙就240海里，然后从东沙再到太平岛有640海里。总共如果从高雄要到这个太平岛，几乎是要用最快的船速驱逐舰来讲的话，也要3天3夜那我们以前这个用中日号的那种运输舰的话，大概要跑1个礼拜才到得了，也超过我们就空军的作战半径。那以前在这个太平岛周边，解放军在这边有几个岛他们占领的，包括所谓永暑、美济这个楚碧这3个小岛。事实上太平岛是被这几个小岛包围在其中。可是这个长年以来，这个我们太平岛跟在这边的守军跟这个解放军在这边大家都相安无事。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大陆的海警船会这么闯进太平岛的禁限制的水域？我觉得跟菲律宾有很明显的关系。你日本你要搞3海联动，东海、这个台海跟南海，那解放军也一定会采取相制反制的动作。所以我就跑到你太平岛。长年以来大家都平安，都相安无事，都有这种默契。因为这个岛其实上就军事上面当然有它战略价值但是没有必要为这个岛这个都是中华民族的这种领土，大家不需要为这个岛在那边撕破脸。但是这很明显的，我认为这个大陆一定认为说，你既然日本要在搞这个3海联动，那我在这个地方也一定要有所反制动作。所以他第一个动作在南海地区，他就从选太平岛下手。那试问一下，我刚刚给各位看到，太平岛距离我们台湾这么远，我们凭什么有什么能力去防护它？如果在政治上没有搞好的话，如果太平岛丢掉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讲，台湾是何其的一种心理震撼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讲在台海附近来讲的话，现在很明显的，解放军已经将整个台湾本岛的西太平洋海域，也就是台湾东部这个太平洋海域，已经纳归为它的所谓禁海区。那一个斐洛西那时候来台，让我们台湾失去了中线。中国大陆将这个所谓中线的定义已经抹去了，所以就3不5时，我们就看到大陆解放军所有军机军舰就越过台海中线到这个到中线以东来做这个绕岛的这种巡航跟这个围台的一个军演。那现在因为你日菲搞这个EEZ 的这种这个经济水域，
那是不是让解放军更名正言顺？我们台湾自己不去管，我们外交部居然还说是肯定，那是不是因为你这个台湾一句肯定，就让东部海域让解放军让中国的海警名正言顺的可以到我们东部海域来实施巡弋？那至于东海部分的话，我觉得就是钓鱼台的争议。那我觉得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日本要搞三岛的这种三海的联动，我觉得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也一定会有相对的反制动作。好，那日菲尤其是日本的这个三海联动，再加上中国大陆的反制，第一岛链有没有可能引爆危机？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三海联动成功几率不高，除非有一个关键因素出来，就是美国出来整合。我们来三海联动，由美国坐镇，三海联动才能够成功。美国坐镇，三海联动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一个，我们来看，因为这三海啊，包含东海、台海、南海啊，因为各个国家的战略目标不一样，那你各有不同的考量，你整合的难度就增加了。我们看菲律宾，菲律宾是以主权，不管黄岩岛也好、仁爱礁也好、中业岛也好、铁线礁也好、仙滨礁也好，你这些。你是在制造主权上的纷争来掩护贪腐，因为小马可是贪腐的，我就是把这个焦点转移操纵到这个对外的对抗，来对内做凝聚，然后来操纵来获得选举的利益，一看就知道，目标是为了以主权的纷争来掩护贪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日本，日本什么？日本这个三海联动，它是以来想要走恢复军国主义。然后他现在就要希望能够修宪，因为我要三海联动，我国防预算增加了，我要修宪，非战宪法第9条我要把它修掉，因为非战宪法第9条是没有军队的，所以只能叫自卫队；非战宪法第9条是没有这个战争权的，也只能自卫权，所以他把它修掉这个宪法第9条，然后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日本的自卫队变成国防军或者日本的武装部队就不一样，所以日本走的是他想要走军国主义的路线。将来甚至日本如果这些都达标了，他就要走核武，发展核武。因为整个周边国家，北韩、俄罗斯、中国大陆都有核武，他要发展核武，所以他考量不一样，是走军国主义。那台湾是在这一方面呢，是要走抗中来保台。我认为抗中保台没有做好，为什么？海峡中线丢了，已经过来，没有海峡中线，钓鱼台海域丢了，现在根本没有军舰跟战机去钓鱼台了。那现在花东海域就是我们的专属经济区 EEZ， 现在好像在这方面政府失掉立场，进退失据，变成这个状况。换句话说，这个是变成三海联动的这个台海这一部分呢，变成这操纵选票可以用的。是，所以三个国家所考量的都不一样，那就会变成各行其事，整合困难，没有美国出面，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